6月9日，星期一。今天上午我在微博刷到肖战不敢认少年感，肖战只好推说爸妈生得好吧。肖战被夸的脚趾抠出了几层大别墅吧，最后还笑说太不要脸了。记者很会逗肖战，小北北又去问2位导演对肖战是不是很满意。郑晓龙导演说肖战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如果不满意也不会接受你们的采访。没想到被郑导猝不及防的傲娇可爱到，看得出郑晓龙对肖战不止很满意，根本是相见恨晚啊！《藏海传》超点完结第4天，云和占比依旧高达 28.4%， 断层第一。不仅抗住了完结影响，还扛住了新剧冲击。日活倒数的平台在最上面，优酷是不做梦都要笑醒了。目前《藏海传》又拿下2个第一，还有网友分享，这些天又被大家津津乐道的，同时也被业内同行关注到的，是肖战在表现藏海这个人物时，与细节方面的细腻处理，比如命不该绝名场面，藏海走出皇陵快到断龙石前，他眯了一下眼睛，这是在黑暗墓穴里待久了的人，突然一下子见天日时的正常的生理反应，比如藏海负荆请罪向皇上自首，军心难测，生死就在一念之间，他哆嗦站立，大汗淋漓，透着屏幕都能让人感受到他的紧张，看的人是大气都不敢出呀。比如藏海被行刑前走出牢房时，扶了一下门槛，是因为他被高明下了迷药，整个人处于晕眩状态，身体肯定会晃悠站不稳。还比如最后一集，藏海走出地宫时在出口绊了一跤，其实并不是肖战在实拍的时候不小心绊了一下，也不是像网友戏说的那样脆皮人设不倒，而是藏海几乎每一次都身处死局。他在地宫内和赵炳文对峙时，仍然是九死一生的险局，神经高度紧张。等他利用阴兵幻影杀死赵炳文，走出地宫抬头见到女主的时候，精神一下子松懈下来，直观表现在躯体上的生理反应，就是腿软倒地后怕不已啊。这样的细节处理数不胜数，其实就是我之前所说的，肖战是最会利用生理的自然反应来演戏的演员，他太知道如何通过细节的细腻处理，将角色在各种情境下最真实的状态，以最自然最舒服的方式呈现出来。因为好的表演，舒服的表演，一定是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的。人物情绪变化所引发的生理上的自然反应，一定要给足给够。要走在任何有意识的表演之前，人物该有的真实自然的生理反应给到了观众，观众就会信服，会被牢牢勾住。这也和曹艺文导演的指导理念不谋而合，让演员先熟悉一下场景之后，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去表演，然后我再看看怎么结合自己想要的东西。第二就是强调生活化的表演，一定要让演员动起来，而不只是站在那里说台词，这2点相辅相成。众所周知，国内影视剧出于成本控制，通常都是集中时间逮着一个场景，跳拍完所有相关的戏份，服化道的衔接部穿帮由场记等工作人员负责，后期剧情的衔接部穿帮由剪辑师负责，而角色在表演上的衔接部穿帮，就只能靠演员自己去把控啦。肖战能做到，即便是在跳拍的情况下，仍然能捋清楚人物的心理发展阶段及变化，同时保证角色情绪的连贯性不跳戏，且给出来的各种反应都那么真实自然，实在是太用心太牛逼啦。肖战是一个有潜质且有力量的演员。当郑导被问到对肖战是不是很满意的问题的时候，郑导的表现也特别的可爱，他很傲娇的表示当然满意了，不满意就不会接受记者的采访了。大家都被郑晓龙导演猝不及防的傲娇可爱到啦。郑导一向沉稳，用词也非常的内敛含蓄，很少看到采访时这样的回答，也是看得出郑晓龙对肖战确实是很满意了。曹艺文导演也说肖战的认真和专注，口碑早已经在那里了。导演郑晓龙还强调肖战对角色细节的极致把控，被导演称为赋予角色致命吸引力。郑晓龙还透露，肖战还主动参与到剧本的创作和修改中，对台词逻辑提出建设性意见，例如和高明师傅诀别那场戏的反身挥手，和结尾操控阴兵的高光片段，都是来自于肖战的设计。制片人张本也证实，肖战常带着标注数百处细节的剧本与导演讨论，最后呈现很多高光的细节，有的时候都已经收工了，肖战还在和导演讨论，甚至到凌晨3、4点。
这个行为也确实是很肖战的行为，并不奇怪。我们真的是实实在在看到肖战把自己融入到藏海这个人物当中，沈浸式的演技使得他和藏海合二为一，这也让我们看到肖战身上更多的可能性。郑晓龙也直言未将肖战视为流量偶像，而是作为完整演员进行创作，镜头语言上避免过度聚焦外貌，转而用中景与特写交替突出为表情张力。合作演员邢明山评价肖战提前到片场观察老演员表演，沙宝亮称赞其敬业到让合作者自省。演员于南更坦言演对手戏时被肖战带动入戏到忘记表演痕迹，难怪尔冬升导演曾预言30年后回看肖战仍会被认可。一个对自己的职业有着虔诚敬畏心的人，怎么可能走得不远？肖战在《藏海传》中的表现，印证了导演选择的正确性。肖战确实是藏海的不二人选。肖战用专业素养打破流量偏见，重构行业新标准。期待这样的好演员能出更多的精品，绽放星光实力派的无限可能。据气查查 App 显示，近日法院刊登肖战起诉李某某网络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主要判决内容。公告显示，李某某名下涉案账号自2020年8月24日至2021年4月15日共发布885篇案涉侵权文章，文章中包含大量针对原告肖战的言论。综合考虑案涉内容的言论用语，法院认定被告李某某对原告肖战具有侮辱、诽谤的主观恶意。法院判决李某某需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人民币29300元。因李某某未按判决要求履行致歉义务，肖战申请强制执行。看了这个新闻，真的是又震惊到我了。885篇侵权针对性言论，这是什么仇什么怨啊？能够如此长久持续地对一个并没有和自己有什么实质性交集的明星诋毁这么大的时间，是怎样的一种心理状态？有如此的精神放在自己的学业和事业上，想必定会做出一番成就吧。法院还指出，李某某的言论用语恶劣，且网络传播具有范围广、速度快的特点，导致肖战社会评价降低，构成名誉权侵害。2024年至今，肖战已通过法律途径处理多起黑粉案件。例如，王某某因发布152条侵权内容，被强制执行赔偿11600元；郭某某因未履行致歉义务，被强制执行4290元。2025年5月至6月，张某某等多名黑粉因拒不履行判决被追加执行，赔偿金额从数千至数万元不等。近几年来，肖战在维权告黑方面态度果决，绝不拖泥带水。你几乎看不到他发什么工作室名义上声明和警告，几乎都是直接走维权诉讼的途径。肖战的这种做法可谓是大快人心，这不仅仅是对自身权益的保护，也是对喜欢他的粉丝朋友们的负责，避免粉丝陷入撕扯纠缠泥淖。有人说，作为公众人物应该有一定的容忍度，可这并不能成为肆意诋毁抹黑别人的理由，也不能成为伤害别人的借口。很多黑粉走到最后，就以自己素人为借口，祈求肖战的原谅和宽容，却不曾想到自己拿起武器，獠牙利爪地伤害别人时的丑恶嘴脸。网络当然不是法外之地，坚决支持肖战将维权进行到底。快乐就是，就像和那个什么差不多。快乐就像。